尊敬武技。听得此话，楚风目光一动，身为修武者，楚风修炼过多种技法，比如帝境武技、仙境武技，所以只听名字，楚风也是知道这个所谓的尊敬武技是为何物。这自然便是连尊者境强者都难以驾驭的技法，更是凌驾于仙境武技之上，同时也凌驾于仙法之上的技法。这对如今的楚风来说正有大用，所以楚风也是变得兴奋起来。应该是尊敬武技，因为老夫曾经也得到过一个类似的卷轴，而那个卷轴里面藏匿的正是尊敬武技，只不过看样子你这个尊敬武技似乎还要更厉害一些，所以老夫也打不开。不过楚风，老夫倒是可以送给你一个可以修炼的。牛鼻子老道说话间，从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白色的卷轴，递给了楚风。这卷轴很小，小到只有指甲盖那么大，通体白色，散发微光，宛如白翡翠打造而成。不过别看它很小，但却极为的精致，只用肉眼来看，楚风也知道这其中蕴藏着非同一般的东西，并且在卷轴上面还刻写着5个字：尊敬天机印。如果说其父亲留下的卷轴内有可能是尊敬武技的话，那么此时牛鼻子老道递给楚风的则是真正的尊敬武技。前辈，这太贵重了。晚辈，楚风有些不好意思接受，但他话还未说完，那牛鼻子老道手指一弹，那尊敬天机印便化作一道流光，钻入了楚风的额头之中。下一刻，尊敬天机印的修炼方法全部印在了楚风的脑海之中。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此刻楚风的体内也多出了一种力量，那正是尊敬天机印的力量。修炼方法必须围绕着这股力量才行，倘若没有这股力量，就算楚风知道修炼方法，也无法练成尊敬天机印。也就是说，这尊敬天机印只能让楚风一人修炼。前辈，您这叫我如何感谢您是好？楚风没有想到牛鼻子老道平日里像个奸商一样，可是此时竟然如此仗义。尊敬武技，楚风不用想也知道这是极为珍贵的东西，可是如此珍贵的东西，牛鼻子老道居然就这样给了楚风。不过是一本尊敬武技罢了，与你帮我拿到的斗神之戟相比，本来就不算什么，何况这只是一段尊敬。牛鼻子老道说道：一段尊敬？前辈，尊敬武技有强弱之分？楚风很是好奇地问道。仙境武技楚风修炼过，但仙境武技虽然也有强弱之分，但却并没有明确的分类，但是仙法却是有着明确的分类的。而从牛鼻子老道此刻所说，这尊敬武技似乎也是有着明确的区分的。当然有仙法，你应该比较了解，1段到3段仙法是真仙修炼的，4段到6段仙法是天仙修炼的，7段到9段仙法是武仙修炼的。尊者境不存在尊法，所以能够修炼的便只有尊敬武技，而尊敬武技与仙法一样，也分为9段。牛鼻子老道说道。所以1段到3段尊敬武技是尊者境可以修炼的，4段到6段尊敬武技是至尊境才能够修炼的，而7段到9段尊敬武技则唯有武尊境才能修炼。楚风反问道。正是如此，不过祖武星域太穷了，1段尊敬武技都很是稀缺，唯有那些庞然大物有掌握，至于2段尊敬武技还没见人使用过，所以尊敬武技在祖武星域的确很是珍贵，但贵也只是在祖武星域而言，在圣光天和那些强大的星域之中，尊敬武技根本不算什么。不过尊敬武技的修炼难度很高，虽然理论上来说1到3段尊敬武技尊者就可以修炼，但实际上尊者境能够修炼1段尊敬武技就已经很了不得了，能够在尊者境修炼2段尊敬的少之又少。至于3段尊敬，我还从未见尊者境的能够修炼，甚至就连至尊境修炼难度也是不低。另外，尊敬武技与其他技法不同，不仅可以从气息上判断强弱，从颜色上也可以判断得出来技法的级别。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那该如何判断？楚风问道。很简单，尊敬武技不同于其他技法，不像其他技法那样花里胡哨，尊敬武技很是明确，每种技法可以形态万千，但颜色却是固定的，从弱至强分别是白、灰、银、青、蓝、紫、红、黑、金这9种颜色。牛鼻子老道说道。听到这里，楚风也就清楚了，尊敬武技是可以从颜色上判断级别的。1段尊敬乃白色，2段尊敬乃灰色，3段尊敬乃银色，4段尊敬乃青色，5段尊敬乃蓝色，6段尊敬乃紫色，7段尊敬乃红色，8段尊敬乃黑色，9段尊敬乃金色。此时楚风不由得望向了那个他父亲留下的卷轴，因为那个卷轴乃是银色。前辈，莫非这个卷轴内的尊敬武技乃是3段尊敬？楚风问道。这个倒也不一定。牛鼻子老道笑了笑，旋即对楚风说道。尊敬武技大概了解便好，老夫传授你的那个你也可以慢慢修炼，而现在老夫要帮你融合这个火灵咒。话罢，牛鼻子老道便将手中的玉佩捏碎，紧接着便向半空抛去。猛然间，一声怒吼响起，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这座大殿之上，那是一只由火红气焰所凝聚而成的麒麟。这只火麒麟非常的凶残，此时面对楚风更是敌意满满。不过他被定在了虚空之上，是牛鼻子老道将他控制住了。楚风，老夫若帮你，你可以很快便得到这火灵咒的力量，不过这过程则是有点痛苦，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牛鼻子老道对楚风说道。前辈来吧。而楚风说话间便扯开衣服，露出了自己的胸膛。楚风虽然并未融合火灵咒，可却也知道融合火灵咒的方法，那就是将火灵咒释放之后，再将它融入自己的胸口。来了！牛鼻子老道双手交叉，指向楚风胸口，随后便大喝融。下一刻，那火焰麒麟便化作一道火红色的光华，直奔楚风胸口而去。在牛鼻子老道的帮助下，楚风顺利地融合了火灵咒。凭借火灵咒的力量，楚风可以提升1品修为。尽管
只在尊者境之内有效，可这对楚风来说却已是极大的助力。融合火灵咒后，牛鼻子老道则是继续疗伤，至于楚风，则是继续了开辟自己的灵魂，为融合天赐神力做准备。而自从楚风为融合天赐神力做准备开始，已经足足过去了78日的时间。在这一日，楚风也终于是成功的在自己的体内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空间。前辈，接下来的第3步，晚辈应该如何做？楚风和牛鼻子老道二人站在大殿之内，对视而立。经过这些日子的调理，牛鼻子老道已经恢复如初，而楚风尽管很是虚弱，可他却满脸的兴奋，因为第2步完成之后，终于可以开始第3步了。尽管不知道第3步是什么，可据牛鼻子老道透露，融合天赐神力总共就是4个步骤而已，所以楚风才会如此兴奋。毕竟他距离融合4项神力已经越来越近。楚风，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不过你需要知道的是，天赐神力和你的天极血脉是有冲突的，所以若想融合天赐神力，你就必须重新打造一个丹田。牛鼻子老道说道。打造丹田？前辈，我在灵魂开辟的空间就是用来放置新的丹田的。楚风问道。正是如此，打造丹田的方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看吧。牛鼻子老道说话间，将一个卷轴丢给了楚风。楚风接过卷轴，便赶忙打开阅读起来。可是阅读过后，楚风原本明亮的目光却是变得暗淡了许多。肉身之上的丹田被击破，楚风瞬息就可以让它愈合，哪怕灵魂上的丹田被破，楚风也可以进行修复。但若要重新打造一个丹田，并且还要能够自己的灵魂完美融合的话，这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难就难在打造丹田之上，楚风必须用自己的灵魂来打造丹田。可是想要铸成丹田，不仅需要专注，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按照卷轴上的记载，哪怕楚风什么都不做，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打造丹田，最快的时间也要300年。而300年的时间对于楚风来说太久了，况且楚风根本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用300年的时间只为打造一个丹田。前辈，真的至少也需要300年吗？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楚风对牛鼻子老道问道。至少也要300年，没有捷径可以走。不过楚风，第1步、第2步以及第3步只不过是耗费时间而已，对你来说其实并不难。按理来说，最难的便是最后一步。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需要融合天赐神力，可这也是最难的。毕竟想让天赐神力认可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你体内的天赐神力已经认可你了，所以对于常人来说，最难的最后一步，对你来说偏偏是最简单。你现在只要耗费300年的时间，打造出一个丹田，基本上你就可以与你的天赐神力融为一体，掌握他们的力量。牛鼻子老道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内心一沉，没想到付出了这么多之后，仍然无法融合天赐神力。融合天赐神力比他想象的还要难。楚风不怕吃苦，可他最害怕的就是耗费时间。毕竟楚风不像其他修武者，他背负了太多，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耗费。也许就像楚灵溪所说的也一样，那么多的时间，楚风若是修炼的话，修为不知道提升多少个境界了，只为了融合天赐神力，显然是不划算的事情。可是楚风毕竟答应过4只圣兽，要让他们重新化作4项神力与自己并肩战，所以楚风无论如何都要做这件事情。不过楚风不可能将所有时间都放在这件事情上，这也就注定楚风若想得到4项神力，在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实现。前辈，这些日子辛苦您了。忽然楚风对牛鼻子老道施以大礼，尽管他并不能融合天赐神力，可是牛鼻子老道这些日子对他的帮助，楚风却是铭记于心。对牛鼻子老道，楚风是充满感恩的。小子，你忽然间说这么煽情的话，可不太对啊。说实话，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去救那个被困在静心之地的老头了？牛鼻子老道问道。所以算时间，距离朱姓老者所说的79日之约定，只剩下不到半日的时间。牛鼻子老道知道楚风是要出发了。前辈，倘若是您置于险境，晚辈也不会不管不顾，何况那位前辈还是因为晚辈我才落入那等险地的。楚风说道。我知道劝不动你，既然你想找死，那你就去吧。牛鼻子老道挥了挥手，示意楚风离去。随后楚风便找到了梁丘大师，而在梁丘大师的引路之下，楚风直奔明镜海的深处而去。静心之地藏于明镜海的最深处，不仅要一路下潜，还要穿过海底之中的岩层，并且穿过多道之后才能抵达。而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楚风终于看到了那所谓的静心之地，那是一个巨大的结界门。这个结界门为椭圆形，缓缓旋转之间，光芒四散，一眼望去，那既像是一片虚空，也像是一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的吸力，周围的海水都在不断的涌入静心之地。楚风此时和梁丘大师都不敢靠近，若是距离太近的话，必定会被那吸力卷入其中。若是被卷入其中的话，再出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莫说进入静心之地，只是这个深度，临近海内的压力就已非常人所难以承受。不说别人，就说与楚风一同进入此处的梁丘大师，这位不仅仅是一品至尊，更是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无论是修武方面，还是结界之术方面，他的实力都远在楚风之上。可是眼下，梁丘大师却是满面的痛苦，尽管他在忍，也在尽量的掩饰，可是楚风还是看得出来，梁丘大师他有些难以承受。这便可以看出，这里是一个怎样凶险的地方。当然，此处的凶险，若与那静心之地比的话，却是不值一提。前辈，要不您去海面上等吧。楚风对梁丘大师说道。惭愧，看来楚风小友已经发现老夫身处此地有些艰难了。梁丘大师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尴尬的笑容。的确惭愧，明明楚风的修为远不如他，可是楚风身在此处却比他要从容得多。
尽管楚风他也是咬紧牙关才能承受着此处的力量，但此处的力量带给楚风的痛楚更小，却也是事实。这让梁秋大师知道，尽管修为方面他在楚风之上，可毅力方面他的确不如楚风。楚风，其实就算你不下去，也没人会责怪你。我相信，就算朱兄他本人，也并不希望你白白送死。梁秋大师对楚风劝道。越是发现楚风的强悍之处，他越是不想楚风白白送死。毕竟梁秋大师可是对楚风寄予厚望，梁秋大师是希望楚风有朝一日能够在整个圣光天河内大放异彩的。毕竟楚风他可是代表着祖武星域的前辈，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毕竟我还要尽快赶回楚氏天族，与灵狐、鸿飞一战。楚风说道。楚风，你听得此话，梁秋大师的眼神顿时变得复杂起来。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欺骗了楚风，可是楚风这句话却让他意识到，他们对楚风说的谎已经被楚风看破了，终究还是没能瞒住你吗？此时梁秋大师开始变得不安，毕竟天机尊者已经做出了预言。楚风，天机尊者已经做出了预言，你和灵狐鸿飞若是交手，前辈我已经知道了，你也不用劝我了，我的命我自己做主。楚风笑着说道。梁秋大师知道楚风倔强，他也明白楚风心意已决，他再如何劝也都是没用。前辈去外面等我，我很快就会带着朱前辈回来。楚风说完此话，水浪溅起，楚风已化作流光向那静心之地笔直而去。如楚风所料，当他靠近静心之地后，便被强大的吸力锁定。这个时候楚风就算想逃，也是根本无法逃脱。而当楚风穿过静心之地后，则是落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个漩涡是不断下沉的，虽然速度不是很快，可是楚风却无法抗拒。在这里，楚风只能随着漩涡不断下沉。按理来说，这静心之地乃是明镜海的阵眼，一路下去，终点应该便是一个巨大的阵法。可是此时楚风却是有些不安。楚风能够隐隐听到，在深不见底的下方，有着古怪的声音传来，那似是厮杀声，又似是咆哮声，似是人的声音，又似是猛兽的声音，甚至像是风声。可楚风根本听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声音，甚至那声音若有若无，连楚风都不确定是自己的幻觉，还是这声音真实存在。但楚风可以确定的是，此时楚风的内心开始变得慌乱、不安、烦躁，甚至是恐惧。楚风想要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但自己的情绪却好像被影响了一样，自己竟然无法克制。随着恐惧感越来越强，楚风的耳边开始不断传来那复杂的声音。楚风已经听不清那是什么声音，只感觉非常的嘈杂，那声音入耳，让楚风的脑袋混乱，心情压抑，就感觉自己快要疯了一样，甚至连楚风的意识都开始变得模糊。该死，这是什么鬼声音？楚风已经意识到这个地方比自己想象的要危险，因为这里的危险不是光明正大的摆在那里，而是无形间便渗入了楚风体内，这让楚风猝不及防。他开始努力地调整自己的状态，甚至封锁自己的耳力，不让自己再受那诡异的声音所干扰。可是没用，楚风怎么做都没用，那声音还是不断地映入耳帘，而楚风整个人也是越来越糟。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暗叫不好。楚风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某种特殊的力量影响了，继续下去他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甚至走火入魔，变成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也不一定。这种情况下，别说救朱前辈了，他连自己都保不住。然而就在楚风已经近乎绝望之时，却忽然有一只手抓住了楚风的肩膀。下一刻，楚风能够隐约感觉到，原本在不断下落的他身体似乎开始向上移动。楚风因身体不受控制，耗费力气，才算勉强的睁开眼睛，转过头，总算他得以看清，原来是有人正在带着他向静心之地的入口飞掠而去。那是一个瘦小的背影，而这个人楚风认得，此人乃是牛鼻子老道。在牛鼻子老道的帮助下，楚风很快便脱离了静心之地。脱离静心之地后，楚风整个人都变得很是虚弱，甚至此时的他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就连话都说不出来，就像是整个人已经瘫痪了一样。可忽然，牛鼻子老道将自己的手掌放在了楚风的额头之上，下一刻，楚风能够感觉到一道暖流顺着额头涌入全身。很快，楚风压抑的情绪、混乱的大脑开始恢复，仔细感悟，在你身体内有一股力量，不要让那力量逃出去，将其炼化，对你有好处。与此同时，牛鼻子老道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随着自己身体的恢复，楚风也是开始按照牛鼻子老道所说，仔细查看自己的体内。而令他惊讶的是，在他的体内竟然真的有着一股力量，那力量很是隐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诡异。寻常的力量乃是一种气体，可是这股力量却是分散开来，并且数量极多，就像是无数只小虫子遍布楚风全身。它们就像寄生虫一样，极其隐秘，若不仔细感应，甚至都察觉不到是这些东西影响了我。尽管现在开始恢复，但楚风还是阵阵后怕。若不是牛鼻子老道提醒，楚风可能还不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过那些宛如虫子一样的物体，此刻却是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当牛鼻子老道的力量涌入楚风体内之后，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干扰楚风，所以他们此时便想趁楚风不注意逃离楚风的体内。但是他们却被一股力量封锁住了，根本无法脱离楚风的身体。而封锁住他们的，自然便是牛鼻子老道的力量。既然都来了，那就别走了。只要想到自己先前那混乱的情绪竟是拜这些东西所赐，楚风的心中也是涌现出了怒意。于是楚风开始运用自己的手段，炼化那些宛如虫子一般遍布楚风全身的诡异力量。起初楚风也不知道这些家伙具备着怎样的力量，他只是听从牛鼻子老道的话而已。牛鼻子老道让他去炼化这股力量，
楚风就去照做。可是当楚风真的炼化了那些虫子之后，他的内心却是为之震惊起来。将这些虫子炼化之后，楚风的体内不仅充斥了极为磅礴的结界之力，还有着大量的信息涌入楚风的脑海，甚至在这其中，楚风还参悟到了一丝契机，那是提升精神力，可以沟通蛇纹级圣袍结界之力的契机。不过可惜，这些虫子实在太少了，楚风还未能参悟更多，那些虫子便已经被楚风彻底炼化。但楚风觉得，若是这股诡异的力量能够再多一些的话，搞不好自己就能一举突破，成为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察觉到楚风已经将那力量炼化之后，牛鼻子老道才将自己的手掌从楚风的额头移开。都说了，静心之地很危险，叫你不要下去。牛鼻子老道对楚风说道。此时楚风能够注意到，在这静心之地外，只有他和牛鼻子老道两个人，根本不见梁丘大师。想必梁丘大师是因为无法承受此处的压力，已经回到了海面之上。但这不是楚风关心的重点，楚风关心的重点是那不知何时进入楚风体内，宛如寄生虫一般的诡异力量到底是什么？前辈，刚刚我体内的力量好诡异，那究竟是什么啊？楚风对牛鼻子老道问道。那是静心之地内的力量，一种可以让界灵师变强的力量。不过现在的你还无法承受这种力量，若不是我出手，你便会被那力量吞噬，要么化作傀儡，要么爆体而亡。牛鼻子老道说道。可是不是说那静心之地只是阵眼吗？为何会有如此诡异的力量？楚风再度问道。阵眼？你听梁丘胡说八道吧，静心之地可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牛鼻子老道说道。那静心之地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楚风问道。和你说了也没意义，就不要问了。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那朱前辈他莫非已经受那力量所侵蚀？楚风已经亲身体会过那静心之地的恐怖，所以此时楚风对朱前辈的情况更加的担心。放心吧，他活得好着呢，不可能死。牛鼻子老道说道。没有死吗？前辈，您是如何知道的？楚风问道。我是如何知道的你别管，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你现在终于肯相信，凭你的力量根本就不了他了吗？刚刚若不是老夫出手，你就已经死了。牛鼻子老道问道。此时楚风的内心非常痛苦，他是真的想去救朱前辈的，只是他却也明白他是真的无能为力。就如同牛鼻子老道所说，刚刚若不是牛鼻子老道出手，楚风就真的遭遇不测。可楚风刚刚不过处于静心之地的最外边而已，距离深处还有很远的距离，连外面的力量他都无法抗衡，又该如何去救朱前辈？别自责了，你先随我出去，只要你随老夫出去，老夫就立刻把他带出来。忽然牛鼻子老道说道。可是前辈您……楚风注意到此时的牛鼻子老道状况也不太好，这不仅仅是因为牛鼻子老道帮助楚风所致，说明那静心之地的力量对牛鼻子老道自身也有影响。牛鼻子老道不希望楚风去冒险，楚风自然也不希望牛鼻子老道去冒险。先别可是了，出去你就知道了。话罢，牛鼻子老道抓住楚风的肩膀，随后便直奔海面去。浪花冲天起，楚风和牛鼻子老道便回到了海面之上。梁丘大师果然在此等候。楚风，你没事吧？见到楚风，梁丘大师赶忙迎了上来。没事，你自己问问他，若不是我下去，他就死了。牛鼻子老道说道。梁丘大师自然已经看出了楚风的虚弱，原本他就很是心疼，听得牛鼻子老道这样一说，则更加心疼了。倘若不是他告诉了楚风那79日的约定，楚风也就不会去冒如此风险了。前辈，真是抱歉，晚辈并没有能够解救朱前辈的能力。此时楚风满面的惭愧，还朱前辈，那个人简直就是想害死你。第一次遇见这种人，自己死也就算了，居然还想害死别人，真是一点做前辈的风范都没有。牛鼻子老道以极其讽刺的口吻说道。前辈，您别这样说，朱前辈毕竟是因为救我才进入静心之地的。楚风说道。救你？屁！救你的明明是老夫，若不是老夫，你们根本不可能从静心之地出来。他就是一个骗子罢了。牛鼻子老道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态度更加恶劣。牛鼻子，你根本就不知道朱兄做了什么，所以你提到他的时候最好客气一点。此时本就心情不好的梁丘大师脸上露出了怒容。客气？你那个所谓的朱兄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牛鼻子老道一脸的讽刺。你这种小人有什么资格说我朱兄？猛然间，梁丘大师大喝一声，不仅将奇异品至尊的威压释放而出，竟然你抬手一拳向牛鼻子老道打了过去。然而只见牛鼻子老道随手一挡，便轻易的将梁丘大师的一拳给挡了下来。此时梁丘大师已经愣住了，因为他印象之中牛鼻子老道修为可是远不如他，不可能挡得下他这一拳。可令人意外的是，那牛鼻子老道竟忽然大笑起来，这让梁丘大师不知所措，却也更加愤怒，于是怒声问道。你笑什么？你刚刚说我没资格说你的朱兄，不妨告诉你，若非要说的话，我应该是最有资格说你那个朱兄的。梁丘兄，你说对吗？牛鼻子老道再度开口。可当他此话说出之后，莫说梁丘大师，就连楚风也是目光一动，因为牛鼻子老道先前的声音发生了变化，那声音不再是他的，反而是与朱姓老者一模一样。而认真一看，梁丘大师与楚风更是神色大变，他们惊愕地发现牛鼻子老道竟然变了模样，他的脸竟然与朱姓老者一模一样，不仅是外表，就连神态气质也是一模一样。牛鼻子，你搞什么鬼？短暂的愣神之后，梁丘大师则是更加气愤，他觉得牛鼻子老道是在冒充他的那位好友，这是对他的小友大不敬。梁丘居然连我都不认得，真是白白与你相识多年了。你若不认得我，这个你总还认得吧？牛鼻子老道说话间，将一根毛笔取了出来。这根毛笔看上去很寻常，甚至很破旧，但楚风却看得出来，这是一件戒灵至宝。你怎么会有？
可是相比于楚风，梁秋大师的表情可就变得格外的精彩。别人不认的，他不可能不认的。这根笔乃是他送给那位朱姓老者的。这笔虽然看似寻常，但却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此时，梁秋大师不由得退后2步，重新打量起眼前的这位。而一番打量之后，他得以确定，眼前的这位就是他的那位朱兄。朱兄，原来是你，你还活着？是你将楚风从静心之地带出来了？可你为何要冒充那个牛鼻子，与我开这个玩笑啊？你明知道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个牛鼻子了。恍然大悟的梁秋大师还以为是朱姓老者将楚风救了出来，并且故意伪装牛鼻子老道的模样来逗他开心。可谁曾想，那位朱姓老者却是淡淡一笑，说道：“我的确是你的朱兄，但我也是你最厌恶的牛鼻子。”话罢，这位面容再度变化，此时则是化作了牛鼻子老道的模样。此时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笑得很开心，但也有些猥琐，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成功的做了一个恶作剧一样，坏坏的笑着。前辈，难道说朱前辈他也是您？楚风开口问道。聪明，梁秋，你看你蠢的，居然都不如一个孩子。牛鼻子老道很是讽刺的看了一眼梁秋大师。前辈，既然您就是朱前辈，那您为何要让我进入静心之地呢？楚风很是不解的问道。楚风，那79日之约其实是老夫对你的一个考验，现在你通过了这个考验。牛鼻子老道对楚风说道。你当真是朱兄？不过相比于楚风，梁秋大师的眼中则是写满了难以置信，他还无法接受眼前这个事实。梁秋兄还不明白吗？我的真身便是牛鼻子，那个所谓朱兄不过是我的一个伪装罢了。我当日与你说要进入静心之地才能解救楚风，乃是一个谎言。我并没有进入静心之地，而是直接进入了死亡之门，化作了牛鼻子老道的模样。至于楚风小友，过了2个时辰之后便感受不到死亡之门内恐怖的力量。其实也不是我帮的忙，而是那死亡钟声只会响彻2个时辰，不管是谁，只要进入死亡之门后能够熬过2个时辰，那么死亡之门内的力量便会永久性的消失。一般来说，2个时辰大部分人都无法承受那力量，而会灵魂炸裂死去。但楚风不仅熬过了2个时辰，还帮助楚轩正法熬住了2个时辰，所以他们能够活下来，靠的都是楚风，而并不是我。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那您之前与我说您在死亡之门内待了多年，也是骗晚辈的？楚风问道。这个算不上骗吧，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明镜海之中，不过我并不是以牛鼻子的身份，而是以你眼中那朱前辈的身份。牛鼻子老道笑眯眯地说道。朱兄，你确定你没有开玩笑？梁秋大师再度开口问道，他的表情有些复杂，甚至有点尴尬。他一直以来都很厌恶牛鼻子老道，甚至对他的那个朱兄也曾多次说过牛鼻子老道的坏话，可不曾想他的朱兄居然就是牛鼻子老道。但最重要的是，牛鼻子老道和那位朱兄完全就是2个世界的人。而现在当他发现牛鼻子老道和那位朱兄竟然是一个人，这让梁秋大师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哈哈，梁秋兄，可莫要怪我骗你啊！牛鼻子老道拍着梁秋大师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虽然是在安抚，但此刻的他却是笑得非常的贱，就好像他很乐意看到梁秋大师此刻尴尬的样子一般。老夫需要静一静。梁秋大师深吸一口气，随后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之后，梁秋大师才再度睁开眼睛，看向了牛鼻子老道。所以你真的能够帮助楚风融合天赐神力？梁秋大师对牛鼻子老道问道。一直以来他都坚定地认为牛鼻子老道根本不具备融合天赐神力的本事，之所以会这样，乃是牛鼻子老道曾帮助许多人去做过这件事，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再加上牛鼻子老道平日里大话连篇，却又基本都做不到，所以牛鼻子老道才会如此的臭名昭著，甚至就连梁秋大师这种正直之人都会对他有着极深的偏见。但眼下他既然知道牛鼻子老道其实就是他的朱兄之后，他对牛鼻子老道的看法自然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毕竟他的那位朱兄在他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存在，而倘若他的那位朱兄就是牛鼻子老道的话，也就代表着牛鼻子老道其实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绝对不止眼前看到的这么简单。所以他现在觉得也许牛鼻子老道真的能够帮助楚风融合天赐神力，自然是真的。之前那些人失败是他们毅力不足，也是实力不够，但楚风则不然，他马上就可以融合天赐神力，成为一个天赐神体。梁秋兄，恭喜你，你将成为这件事情的见证者。牛鼻子老道笑眯眯地对梁秋大师说道。朱兄，你可真是与老夫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不对，我现在应该称呼你为牛鼻子了吧？此时梁秋大师的脸上也终于是露出了笑容，但是楚风的脸色却是有了变化，并且在他的眼中竟然涌现出了一抹小小的兴奋与期待。前辈，您刚刚好像是说我马上就能融合天赐神力？楚风对牛鼻子老道问道。前辈，您刚刚好像是说我马上就能融合天赐神力？楚风对牛鼻子老道问道。对，马上就能融合。牛鼻子老道说道。可是前辈，您之前不是说若要融合天赐神力需要打造丹田，而打造丹田至少也要300年吗？楚风问道。当然，你若是自己打造丹田，的确至少也要300年，但这个除外。牛鼻子老道说话间，手掌摊开，当他手掌摊开的一瞬间，顿时天地震荡，就仿佛强大的存在出世了一般。而仔细观看，楚风能够看见在牛鼻子老道的手中漂浮出了一道光芒体。看到那光芒体，楚风的内心也是为之震颤。那光芒体不过指甲大小，但此时浮现在楚风眼前的却好像是一个世界，一个无边无际无法估量的强大世界。前辈，这是什么？楚风凝声问道。他发现这个光芒体不是丹田，但却远胜于丹田，应该是天地奇物，
是有着与丹田相同属性的天地奇物。此物名为寰宇之心，乃天地奇物所化。老夫花费了不小的力气，才将其收服炼化。它可以取代你灵魂的任何部位，自然也就包括了丹田，并且经过老夫的炼化，它可以适用于任何人。有了它，你便无需自己打造丹田，因为它可以完美的与你契合，并且比你自己打造的丹田还要可靠。当然，这样的宝贝可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莫说放在祖武星域，就算整个圣光天河也是难以寻得。不过，你既然通过了老夫的考验，自然就要给你奖励，这便是我为你准备的大礼。牛鼻子老道对楚风说道。楚风惊喜万分，但同时又有些不好意思。这份大礼，楚风非常想要，但却也实在是太过贵重了。他觉得贵重，并不是因为牛鼻子老道说他贵重，而楚风能够感觉得到这东西的贵重。甚至楚风觉得，同时天地奇物所化，但这颗寰宇之心比楚灵犀那深海之眸还要贵重得多。尽管这颗寰宇之心无法在楚风的修武方面直接进行帮助，可4项神力能否恢复，毕竟全要靠它。而楚风觉得，他可以让4项神力的力量发挥得更加完美。老夫定下79日之后的约定，就是想看一看你的人品。你小子这人品，你有资格做老夫的弟子。牛鼻子老道说道。弟子听得此话，楚风一愣，随后皱起了眉头。不仅楚风愣住了，梁丘大师的神色也是变得复杂起来。你小子这是什么表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牛鼻子老道问道。前辈，晚辈曾经发过誓，不再拜人为师，这也是为何我连梁丘大师都拒绝了的原因。楚风说道。楚风，你天赋异禀，老夫也自认为没有资格做你的师傅，因为我能给你的帮助实在有限。但朱兄的本事远在我之上，若是他来做你师尊，一定会给予你巨大的帮助。所以楚风小友，你可莫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梁丘大师开口劝道。尽管已经知道他的朱兄不过是牛鼻子老道伪装的身份，但他还是习惯叫牛鼻子老道为朱兄，并且他明明被楚风拒绝过，但此刻不仅没有丝毫计较的意思，反而是劝解楚风能够拜牛鼻子老道为师，因为他知道若是拜牛鼻子老道为师的话，楚风能够得到的好处定然会有很多。毕竟牛鼻子老道可不是祖武星域的人，而他的本事到底有多强，就连梁丘大师也是不得而知。而此时楚风的内心则是非常的纠结且痛苦，若是他答应了牛鼻子老道就能得到这颗寰宇之心，那就将省去300年的时间，立刻融合天赐神力。可是不再拜人为师，乃是楚风自己定下的誓言。起初楚风是知道自己爱闯祸端，不想再连累其他人，所以才不再拜师。而后楚风便多次拒绝他人，包括梁丘大师在内，也曾遭到过楚风的拒绝。倘若现在楚风因为这寰宇之心就答应了牛鼻子老道，那对于梁丘大师等人而言则是太不公平了。最终楚风还是咬了咬牙，他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他先是看向了梁丘大师，对梁丘大师施以大礼。梁丘大师，晚辈当初拒绝您，并没有考虑过您的实力强弱。其实自从离开祖武下界，曾有多人找过晚辈想收楚风为弟子，无一例外，楚风全都拒绝了。所以这无关实力强弱，而是晚辈的原则。楚风说完此话，又对牛鼻子老道施以大礼。前辈，多谢您对晚辈的帮助，您对晚辈有救命之恩，晚辈日后定会报答您。但晚辈真的发过誓，不再拜师，所以哪怕是前辈您，晚辈也不能因关于捷径和原则之间的选择，楚风最终还是选择了原则。而见楚风居然如此倔强，梁丘大师则是叹息一声，他是替楚风感到遗憾。在他看来，拒绝牛鼻子老道的好意，楚风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只因为一个誓言便有如此损失，实在太不值得。可谁曾想，对于楚风的回绝，牛鼻子老道却忽然大笑起来。你这小子真是有趣，你答不答应是你的事情，但收不收你为徒乃是老夫的事情。老夫说你是我的弟子，你就是我的弟子，谁都无法反驳。徒弟，这是老夫送你的大礼，收好。话罢，牛鼻子老道的手掌便对着楚风的身体推去。下一刻，楚风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不过那痛苦的表情一闪而逝，当楚风和梁丘大师回过神来的时候，便发现牛鼻子老道手中的寰宇之心已经消失不见。前辈您。而楚风的脸色则是变得复杂起来，他能感觉到在他的身体里已经不再是一个丹田，而是拥有2个，一个丹田蕴藏着9指雷霆巨兽，而另外一个丹田则是空空如也。但这一个空空如也的丹田似乎比自己本身的丹田还要利奥的，因为那便是寰宇之心。楚风，废话就免了，该怎么融合天赐神力，不用老夫来教吧，开始吧，让梁丘亲眼看一看我牛鼻子说能帮人融合天赐神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牛鼻子老道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而此时梁丘大师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满满期待的之色。好，见此情形，楚风也不再犹豫，而是立刻闭上双眼，双手捏诀，随后盘膝而坐。若说要融合天赐神力的话，楚风可是比任何人都要更加的迫不及待。楚风刚刚闭上双眼之后，这方天地便产生了变化，只不过梁丘大师也说不清这是什么样的变化。直到那暴雨肆虐的虚空之上竟出现了大片金色的云朵之后，梁丘大师整个人都是变得兴奋起来。金色的云朵一望无际，璀璨至极，但这不是最震撼的，最震撼的是在那金色的云朵之中出现了4道庞大的虚影，那是4只巨兽，凶猛的白虎，沉稳的玄武，优雅的朱雀，高傲的青龙。4道庞大的身躯遮蔽了浩瀚虚空，而他们身上那万兽之王的气息更是让人内心震荡。这是天赐神力吗？这等威势的天赐神力，老夫生平还是第一次看见。朱兄，这是你的手笔。看着虚空上的惊人一幕，就连见多识广的梁丘大师都是满面的惊色。叫我牛鼻子吧，毕
毕竟牛鼻子才是我的本尊啊。牛鼻子老道说道。牛爱，我还是叫你朱兄吧。然而梁丘大师还是觉得朱兄更加顺口，倒也不是牛鼻子不顺口，而是他当初对牛鼻子充满深深的敌意，所以就连这个名字他都不喜欢了罢了。随你吧。面对这样执拗的梁丘大师，牛鼻子老道也是颇为无奈。这天赐神力可不是我的手笔，是楚风他自己的东西。牛鼻子老道说道。自己的东西？这小子难道早就打算融合天赐神力，所以特意收集了天赐神力？可是如此厉害的天赐神力，他是从何得到的呢？梁丘大师很是好奇。应该是下界吧。牛鼻子老道说道。下界？不可能吧。然而对于牛鼻子老道的回答，梁丘大师则是连连摇头。在他看来，下界不过是荒凉之地，是一群根本不具备修武天赋的人生活的地方，那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厉害的天赐神体？梁丘，这就是你的愚钝之处，千万不要小看下界。那寰宇之星，我也是在下界找到的。牛鼻子老道对梁丘大师说道。当真？果然。听到这里，梁丘大师感觉难以置信。自然当真，我可没有骗你。牛鼻子老道说道。可是下界的武力是那般稀薄，怎么可能凝聚出如此奇物？梁丘大师仍体有疑虑，这便是修武界的奇妙之处。倘若任何事情都能以常理推断，那乐趣何在呢？牛鼻子老道问道。听得此话，梁丘大师也是觉得颇有道理。看来老夫要向你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呀，改日我也要到下界去游荡一番了。梁丘大师说完此话，便再度将目光望向虚空之上的四只圣兽。那四只圣兽其实乃是虚影，可却栩栩如生，尤其是他们身上那强大又神圣的气息，普照天下，威风凛凛。就连梁丘大师这等人物，也是发自内心的产生敬畏之意。而实际上，此时的楚风则是身处于那个由寰宇之心而打造的丹田内，意识进入丹田，便进入了一个浩瀚无边的世界。在这里，有着漫天的星辰，就好像一个浩瀚修武界。在另一个丹田，楚风能够在丹田内看到九指雷霆巨兽，而在这一个丹田内，楚风则是能够看到四象圣兽。那个丹田内的九指雷霆巨兽根本就不搭理楚风，但这个丹田内的四象圣兽则是完全相反。四位前辈，好久不见！再度看到这四位活生生的出现在自己眼前，楚风内心何止喜悦，一幕幕回忆都映入脑海。那是楚风少年时期的经历，那段日子对楚风来说珍贵无比。而那段时期，除了女王大人之外，四象圣兽对楚风而言也是有着极大的帮助，所以四象圣兽对于楚风来说意义非凡。楚风，想不到你真的做到了，我们四个居然真的再度恢复了神力。四象圣兽明明高高在上，神圣无比，可是他们看向楚风，不仅没有高傲之意，反而在他们的眼中满是感激之情。四位前辈，晚辈答应过你们的事情，自然会做到。楚风说道。哈哈，你小子的为人，我们是清楚的。说起来，当初在九州大陆第一次见你时，还是一个毛头小子，弱的我根本都不将你放在眼里。那个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会成长到今日的地步。今日再看，我们当初的确没有选错人，因为你已经远远超乎了我们对你的预期。四象圣兽看着此时的楚风，也是感慨万千，因为楚风的变化的确太大了。当初在九州大陆能与楚风一较高下的小辈也是不是没有，可是现在再看，那些人与楚风的差距已是真正的天地之别。那些人在祖武下界依旧是顶尖的存在，可是楚风却如同蜕变的巨龙，早已翱翔于九天之外。前辈过奖了，晚辈日后还要仰仗四位前辈的帮助。楚风说道。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楚风，这些年来我们在你体内也算见证了你的成长，看你遇到险境，我们却不能帮忙，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们可都不太喜欢。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力量终于能够让你使用，尽情的使用吧。我们等待这一日已经等待许久。四象圣兽此刻都很是激动，看得出来他们盼望这一天已是盼望了许久。四象圣兽恢复神力激动，而楚风却同样是激动不已，毕竟这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事情，甚至是改变命运的事情。如此情绪之下，难免的便要叙旧一番，但是也只是简单的叙旧，毕竟楚风还有要紧的事情等着他去做。此时梁丘大师仍然在注视着虚空上那四象圣兽的虚影，可忽然间虚空之上的四只圣兽开始变化，随着那漫天的金光跃入了楚风的体内，这方天地开始恢复正常，而楚风也是睁开了眼眸。楚风，你的修为！当楚风睁开眼眸的一瞬间，梁丘大师则是目露惊叹，因为楚风的修为已经不再是三品尊者，而是五品尊者。楚风竟然连续突破2重修为，并且并没有引起天雷，这说明楚风修为的突破与血脉之力无关。既然与血脉之力无关，那便只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多半是楚风融合天赐神力所得到的收获。前辈，我成功了！楚风对梁丘大师笑道，随后便看向牛鼻子老道，对牛鼻子老道施以大礼，多谢前辈。相比于梁丘大师的激动和喜悦，牛鼻子老道表现的则是颇为淡定，就好像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谢就免了，若真想报答我，不如付出实际行动。牛鼻子老道对楚风说道。前辈，您有何事需要晚辈帮忙，尽管开口。楚风说道。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牛鼻子老道说此话的时候，看向了梁丘大师，并且在他的脸上还涌现出了渐渐的笑容。你这老东西，要我回避就直说。梁丘大师明白牛鼻子老道意思后，对其翻了个白眼，随后便看向了楚风。楚风，老夫去远古传送阵等你。说话之间，梁丘大师便纵身而起，向远古传送阵的方向飞掠而去。而当梁丘大师走后，这方天地便只剩下了楚风和牛鼻子老道2个人。前辈，您有什么事情晚辈能够效力？楚风主动问道。在诸天星域，我有一位老友，我和那位老友
既是朋友，也算宿敌，所以我和他之间有一个约定，我们各收一个弟子，精心培养，等到时机成熟，他就派他的弟子来挑战我，我则派我的弟子去挑战他。若是我的弟子挑战成功，便代表我胜；若是他的弟子挑战成功，便代表我胜；若是双方弟子都挑战成功，或者都挑战失败，便代表平局。不过，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合意的弟子，所以这个约定一直到今日都未能兑现。而你现在既然我也有弟子了，就应当去完成这个约定。等你处理过和灵狐天族的纠纷之后，便去一趟诸天星域吧，这是那个老家伙所在的地方。等你到了之后，就说是牛鼻子的弟子就可以了。牛鼻子老道说话间，将一个地图丢给了楚风。可是前辈、晚辈并不是你的弟子啊。楚风说道。怎么？先前说的痛快，现在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了？就算你不想做老夫弟子，但你装作老夫弟子可行否？这么多年来，老夫一个弟子都没有收到，不是老夫收不到，而是老夫要求高。可是那个老家伙就认为是老夫无能，认为是老夫收不到弟子。就因为这个，我已经被他嘲笑了几百年。你也应该知道，老夫是一个多么爱面子的人，可我就是硬生生的被嘲讽了这么多年啊！这口气我岂能咽得下？牛鼻子老道剑眉倒竖，怒目瞪圆的看着楚风，那个架势就好像楚风若是不答应他，就是大逆不道一样。好，前辈，这个忙晚辈帮了，待得晚辈处理过灵狐天族的事情，便立即前往诸天星域。无奈之下，楚风只得应下，这样才像个样子。见楚风应下，牛鼻子老道则立刻换了一个模样，不仅收起了怒容，还满面笑容，笑得那叫一个高兴。不过前辈，您对晚辈就这样有信心吗？晚辈要挑战的可是灵狐天族，您就如此确定晚辈一定能够安然的回来？楚风问道。区区一个灵狐天族而已，有何可惧？你若是连他都对付不了，便也没资格做老夫的弟子了。楚风，你记住，老夫的弟子是要驰骋于圣光天河，驰骋于浩瀚修武界的。若是祖武星域这种小地方就把你束缚住了，就算你日后想做老夫弟子，老夫也不认你。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怎么听你的口气，祖武星域如此不堪？楚风问道。本来就很不堪。牛鼻子老道说道。那前辈，在圣光天河内，祖武星域到底算什么水平？楚风此时非常好奇。虽然祖武星域的格局楚风已经非常了解，但是对于圣光天河，楚风却是非常的陌生。明明自己就在圣光天河之内，可是圣光天河对楚风来说却像是一个未知领域一样，未知、神秘、危险，但却充斥着巨大的诱惑力。什么水平？你觉得祖武下界和大千上界比算是什么水平？那么祖武星域对于圣光天河来说就是什么水平？牛鼻子老道问道。祖武下界和白练凡界都无法比，就更别说与大千上界比了。所以牛鼻子老道这句话告诉了楚风，祖武星域和圣光天和那些顶尖星域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但同时楚风也有些怀疑，于是问道。同是星域，差距这么的如此之大吗？当然大。在圣光天河内总共有着96座星域，其中50座为下星域，其中30座为中星域，其中6座为上星域。听名字你也知道星域之间的差距了吧？牛鼻子老道问道。大概知晓了。楚风点了点头，可很快又问道。那还有10座星域呢？最后的10座因为实力太弱，被称为遗弃星域。这10座星域连参加圣光天河盛世的资格都没有，而祖武星域乃是这10座遗弃星域之中最弱的一个。牛鼻子老道说道。哇，居然这么弱！听到这里，楚风内心震荡。其实楚风志不在这圣光天河，楚风最想去的乃是七界天河，因为在那里有着他母亲所在的势力七界圣府。楚风之所以想去七界圣府，乃是因为他想救自己的母亲，但他的父亲曾告诉过楚风，七界天河的实力是要在圣光天河之上的。楚风若想去七界天河的话，至少要在圣光天河内有着一席之地才行，至少修为不能太弱，否则就算到了七界天河，也注定毫无作为。这几年楚风一直在努力修炼，修为增长与常人相比已是极快。可现在的楚风虽然在小辈之中已算是顶尖的存在，但从整个祖武星域来说，楚风仍然是非常弱小的存在。可不曾想，祖武星域对于圣光天河而言，竟也是如此的弱小，这让楚风再一次感受到了实力的差距。想一想现在的自己，在如此弱小的祖武星域都无立足之地，他凭什么去与那七界天河的主宰者抗衡？此时楚风想到七界圣府这4个字，就感觉像是一座巨大的山，狠狠地压在了自己的身上，感觉喘不过气。现在知道你能做老夫的弟子是何等的荣幸了吗？牛鼻子老道笑眯眯地问道。前辈，晚辈会完成您交给晚辈的任务，但完成任务之后，晚辈还来这里找你吗？楚风问道。你不用找我，你也找不到我，等我去找你就可以了。牛鼻子老道说道。那晚辈知道了。前辈，若无其他事情，晚辈便先告辞了。楚风将那地图收好之后，对牛鼻子老道抱拳说道。楚风急着要走，因为算一算时间，他应当返回大千上界了。若是此时再不走，就算有梁丘大师带路，怕也要来不及了。走吧。牛鼻子老道挥了挥手。见状，楚风再度施礼，随后便向远古船送阵的方向飞掠而去。等一下。然而楚风刚刚起身，还未飞远，便发现一道流光自身后快速的飞掠而来，是牛鼻子老道将一个东西丢给了楚风。楚风探手一抓，发现那竟是一个木棍，但这却不是寻常的木棍，这木棍有2尺长，上面刻满了符咒。楚风握住这个木棍，便能感受这木棍的厉害。这个木棍之内竟然蕴藏着阵法，一座非常厉害的结界阵法。至于它有多厉害，还要从楚风心中的担心说起。楚风此次返回大千上界，不仅面临着灵狐鸿飞，其实最大的难题乃是灵狐天族。灵狐天族能够将无名一族击败，他们的强大已是无需多言。但当楚风感受到那木棍内的阵法之后，心中的担忧竟
竟顿时减轻了不少。这便是那木棍内阵法的强横之处，有了它，楚风就像是有了保障一样，变得安心。前辈，看来您对我也没有那么有信心吗？楚风笑眯眯地对牛鼻子老道说道。如此厉害的阵法，楚风觉得是牛鼻子老道专门为他准备的。说到底，牛鼻子老道还是放心不下楚风，废什么话，若是不要，就还给老夫。远处的牛鼻子老道不仅说出了这句话，还伸出手来，想索要回那根木棍。要？谁说不要？既然都送给我了，那便是我的了。楚风赶忙将这个木棍好好的收了起来，随后便赶忙离开，生怕牛鼻子老道一个念头转变，就真的将这个宝贝给收走了。祖武星域大千上界，这本是祖武星域内一个很寻常，甚至有些破败的上界。平日里，除了大千上界的势力之外，几乎很少有其他势力的人会来到这里。可是今日却是不同，蛋台天族、角里天族、莫夷天族、上方天族、左丘天族、乌马天族、濮阳天族、唐氏天族、黎氏天族、万州古族、梦魇鬼族、通天兽族，这些名震祖武星域的庞然大物，竟全部汇集于大千上界。然而，却不仅仅是这些名声在外的势力，除了这些顶尖势力之外，还有无数势力先后来到了大千上界。可以说，祖武星域各方势力都有人马出现在大千上界。除了这些来自各方的势力之外，还有祖武星域的顶尖强者，就连天机尊者、星辰、圣僧、白龙魔道士、狐仙娘娘这些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士高人，也都纷纷出现。这些人不仅出现在了大千上界，并且都来到了处世天族之外。现如今，处世天族之外可以说是汇集着祖武星域的所有大人物，茫茫人海，亿万身影，皆是有着强大背景的修武者。这等阵势面前，就连大千上界那些本土的庞然大物都无法靠近。不是不想靠近，而是没有资格靠近，也是不敢靠近。如星陨圣殿、鬼宗殿、极乐谷这些势力的人，都只能在远处的天际观望。毕竟他们在大千上界再如何强，但却也无法与那些真正的强大势力相比。今日的大千上界可以说是空前的盛世，哪怕当年楚汉仙和楚轩辕的时期，大千上界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阵势。而今日之所以有这么多高手都汇集于此处，自然是因为楚风与灵狐鸿飞的3月之约。想一想，当日楚风与灵狐鸿飞在九龙上界的精彩一战，至今还历历在目。可是今日却已是今非昔比，当时的灵狐天族遇到星域主界的人，还是要给几分颜面。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星域主界已被灵狐天族击败，现在的灵狐天族已经取代了星域主界，成为了祖武星域当之无愧的霸主。所以楚风今日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灵狐鸿飞这么简单，楚风的对手还是祖武星域未来的霸主。毕竟所有人都知道，灵狐鸿飞乃是灵狐天族的传承者，他迟早都要登上灵狐天族族长的宝座。你们说楚风他会来吗？不知道啊，反正如果我是楚风，一定不会来。毕竟天机尊者已经做出预言了。可你们不是楚风啊，楚风那个小子可是有名的倔脾气，搞不好他真的会回来。回来有何用？送死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可他若是不来的话，就要背上懦夫的骂名，苟活一世。这对于楚风这种人，真的能够承受吗？此时天地间，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都有人在讨论，而讨论的内容皆是关于楚风是否会来。之所以会讨论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已经有传闻楚风并不在处世天族之内。再考虑到天机尊者所做出的那个预言，许多人都觉得楚风是害怕了，从而逃走了。总之，不过短短3个月的时间，已是谣言四起。忽然，远处的天际传来阵阵轰鸣，人们能够看到数只巨大的战船在数万名强者的簇拥之下缓缓而来，声势浩荡，所向披靡。而那飘荡的战旗赫然写着灵狐天族4个大字。来了，我祖武星域的主宰来了。看到灵狐天族的战船出现，许多人顿时肃然起敬，更有甚者甚至欢呼起来。那拍马屁的模样，简直就像是一群哈巴狗。可是要知道，这可不是寻常的人物，而是来自祖武星域各方强大势力的大人物们。然而这些身份得体大人物们此时却在做着不太得体的事，真是可悲。之前还对星域主界摇尾乞怜，这转眼间又对新的主子表露忠诚。可能这就是人性吧，再强大的人物也终归是人，也有人性的劣根。看到这一幕，也有不少人在心中叹息。可就算是看不惯，他们却也是不敢说出来。没办法，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处世天族的压力可真是够大的啊！看着那声势浩荡的灵狐天族，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处世天族。处世天族这个许多强大势力都不放在眼中的存在，今日却要面对灵狐天族这个霸主级的势力。有人幸灾乐祸，但也有人感到同情，毕竟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劲。快看，那是谁啊？然而就在灵狐天族靠近后，却有一道身影自处世天族的人马之中走了出来。那乃是一名年轻的女子。面对灵狐天族，处世天族的许多族人早就吓得瑟瑟发抖，甚至不少处世天族的族人早就提前逃离此地了。可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竟然还有人敢站出来，并且还是一个年轻的小辈，这自然引人注目。是他我认识，他是楚灵溪。楚灵溪就是万州古族公主古明渊的女儿。对，就是他也是一个妖孽级天才。3个月前就是他挑战的灵狐鸿飞，原来就是他呀。可是我却听说3个月前他被灵狐鸿飞挖掉了眼睛，怎么此刻他的眼睛并无大碍啊？当楚灵溪的身影出现之后，人海之中议论纷纷。灵狐鸿飞，出来吧，你我的账也该算一算了。楚灵溪手握半城尊兵，指向了灵狐天族的战船。他竟然在主动宣战。楚灵溪，看来你还是不长记性啊！一道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身影
也是从灵狐天族的主战船内走了出来。看到那位出现后，这片天地都是随之骚动起来。人们不可能不认识这个人，毕竟这个人便是当今祖武星域公认的最强天才灵狐鸿飞，而灵狐鸿飞也可以说是今日当之无愧的主角。怎么感觉令狐鸿飞有些变化？的确有变化，好像不再像从前那样谦逊有礼了。看着此时的灵狐鸿飞，大部分人都很兴奋，但也有少部分人眉头皱了起来。之前的灵狐鸿飞可以说是德才兼备，不仅实力得到众人认可，他的谦逊有礼的人品也是得到众人的认可。可是此时的灵狐鸿飞却像是变了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没有了以往的温文尔雅，取而代之的反而极为浓烈的自负，以及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狂傲。在众人的注视下，令狐鸿飞从战船走出，来到了楚灵溪的身前，只不过他的嘴角却也掀起了一抹讽刺的弧度。你的眼睛居然复明了，复明之后不乖乖的躲起来，还敢出来找我，你是想再瞎一次吗？灵狐鸿飞对楚灵溪说道。今日的确有人眼睛会瞎，但不会是我，而是你。楚灵溪说话之间便手握半城尊兵，将令狐鸿飞冲了过去。而当他出手那一刻，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此时楚灵溪的气息，这丫头竟然是4品尊者。上一次他与灵狐鸿飞交战的时候，好像还是3品尊者吧？怎么这么快，修为就又提升了，还厉害，不愧是古明渊的女儿，难怪他敢再度挑战灵狐鸿飞。当楚灵溪出手之后，许多人都是感到惊叹，同时人们似乎也明白，为何明明已经惨败过一次，可楚灵溪仍然敢挑战灵狐鸿飞了，原来是修为得到了提升。但是惊叹归惊叹，人们却并没有觉得灵狐鸿飞会败，因为眼下灵狐鸿飞同样是4品尊者的修为。此时楚灵溪手握半城尊兵，不仅战力增强，他的攻势更是如同暴风雨一般席卷着灵狐鸿飞。可是灵狐鸿飞面对着暴风雨一般的攻势，不仅尽显从容，他居然连手都不抬，就那样闲庭信步一般便将楚灵溪的攻势全部闪躲开来。最重要的是，灵狐鸿飞连半城尊兵都没有用，并且还嘴角带笑的看着那近乎疯狂且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楚灵溪，太厉害了！灵狐鸿飞的战力还想比之前要了不少许多，这何止是增强了不少这么简单，简直是增强了太多。楚灵溪可不是平庸之辈，他的战力本就极强啊，可他在灵狐鸿飞面前简直就像是一个孩子，差距似乎不小。不过短暂的交手，人们便从惊叹楚灵溪修为的提升，从而惊叹灵狐鸿飞的强横。尽管眼下二人都是4品尊者的修为，并且楚灵溪他也是4品尊者中的顶尖存在，可是二人的差距却是如此的明显。混账，还手啊，躲什么躲？眼见着自己的攻势竟然无法伤到灵狐鸿飞，楚灵溪越发愤怒，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他在考虑要不要提升修为来击败灵狐鸿飞。可是他也有些犹豫，毕竟提升修为的手段灵狐鸿飞也有枪。可就在他思考之际，楚灵溪手中的半城尊兵竟然无法动了。定目一看，楚灵溪的小脸顿时大变，他惊愕地发现他手中的半城尊兵竟然被灵狐鸿飞用双指给死死地夹住了。而当他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一股强大的威压更是自令狐鸿飞的身上释放而出，如海啸一般向楚灵溪吞没而来。那是5品尊者的威压，5品尊者的威压释放而出，瞬息便将楚灵溪吞噬。怎么会这样？这家伙的威压怎么会有这样诡异的力量？此时楚灵溪脸色大变，他发现自己不仅仅是被灵狐鸿飞的威压吞噬了这么简单，此时灵狐鸿飞的威压更是宛如一个牢笼，将楚灵溪封锁了起来。莫说可以增强修为的至宝，楚灵溪的天级雷纹、雷霆铠甲都无法施展。灵狐鸿飞的威压非常诡异，诡异到能够将楚灵溪彻底压制，压制的楚灵溪连体内的其他手段和力量也都无法施展，这简直是连让楚灵溪翻身的机会都不给。而最令楚灵溪不安的是，灵狐鸿飞此时的气息明明提升到了5品尊者，可是灵狐鸿飞的身上却没有一丝变化，这说明灵狐鸿飞没有施展任何能够提升修为的手段，而是他的真实修为便是5品尊者。你这家伙居然隐藏修为！看着此时的灵狐鸿飞，楚灵溪的眼中怒火翻腾，可是心中却是越发难受起来。他当日与灵狐鸿飞交手，便意识到灵狐鸿飞隐藏了实力，可却没有想到灵狐鸿飞居然隐藏得这么深，这让楚灵溪想不承认他和灵狐鸿飞的差距都是不行。今日他不仅要败，注定要败得非常丢人。而此时的灵狐鸿飞也是自认为胜券在握，他居然看都不看楚灵溪，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楚氏天族楚风。再不出来，这个丫头的眼睛可又要没了。什么？难道灵狐鸿飞还要挖楚灵溪的眼睛？听得此话，莫说楚氏天族的族人，就连那些围观者也是心中一紧，不过是挑战而已，既然对方都败了，应该放过一马，至于非要如此残忍吗？然而灵狐鸿飞却根本不在乎众人心中是怎么想的，而是继续望着楚氏天族的方向，高声喝道：楚风，身为男人，要让一个女人替你挡2次吗？你的对手是我！楚灵溪愤怒地咆哮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周身也是发生颤动，强大的气息在体内急剧酝酿。楚灵溪是在想办法释放雷纹或者雷霆铠甲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可是奈何灵狐鸿飞的威压实在太诡异了，那威压不过是包裹住了楚灵溪而已，可楚灵溪的所有力量竟然就被封锁住了，他的所有手段都无法释放而出，被压制得死死的。楚灵溪，没用的，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再如何挣扎，你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念你是一个女子，我今日给你一个机会，你跪在我面前，对我说一声你错了，我灵狐鸿飞放你一马。灵狐鸿飞对楚灵溪说道：今日的确有人要跪地求饶，但这个人不是楚灵溪，而是你灵狐鸿飞。可就在此时，一道怒喝却在天空炸响，紧接着
一道身影也是自楚氏天族走出。看到这个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就连灵狐天族的那些高手也是变得警惕起来，因为这个人乃是整个祖武星域都少人敢轻视的人，他便是楚灵溪的母亲，万州古族的公主古明渊。差点忘记，楚灵溪可不是寻常的小辈，她的身后可是有着强大背景的。当古明渊出场之后，那些围观之人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期待，毕竟古明渊在祖武星域内还是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据说当初的星域主界都要给古明渊几分面子，正因如此，他们也都想知道，当古明渊出现后，这事态是否会发生一些转变。可是就在古明渊刚刚出现，便立刻有2道老者的身影拦在了古明渊身前。而这2位出现之后，虚空的气息也是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2位同样都是一品至尊境的强者，他们分别是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灵狐文泰，以及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灵狐博远。古明渊，小辈之间的切磋，你便不要插手了吧。灵狐博远对古明渊说道，他的态度可是很不客气，话语之中充满了警告的意味。所以当他这句话说出之后，人们便知道灵狐天族怕是不打算给古明渊这个面子了。这种情况下，人们也是开始同情楚灵溪，毕竟就算古明渊再强，也终究是一品至尊，在祖武星域来说，这是一个实力极强的顶尖人物。可对于灵狐天族而言，能够与古明渊抗衡的人可也大有人在。可谁曾想，对于灵狐博远的警告，古明渊却是冷喝一声。古明渊这个样子，莫说灵狐天族的族人，就连外人都吓了一跳，当众辱骂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这可不仅仅是对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不敬，而是对灵狐天族的不敬。这不，站在古明渊身前的灵狐文泰便阴沉着脸色对古明渊开口了，古明渊，你注意你的身份，以前的无名一族懦弱可欺，能纵容你耀武扬威，但如今这祖武星域乃是我灵狐天族说了算，你最好收敛一下你的臭脾气，否则……然而灵狐文泰话还未说完，他竟然惨叫一声。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人们惊愕地发现灵狐文泰竟然倒飞而去。可是灵狐文泰他明明与古明渊一样，都是一品至尊，